你以为实体店倒闭，倒霉的只是实体店的小老板？大错特错！当下的理发店、小餐馆、服装店一家一家关门的时候，你的工资离缩水就不远了。实体店这么一垮，垮掉的不是生意，而是整个城市的经济。这是一场没有幸存者的恶性循环。这一条以前就全部坐满的，这条全部坐满的。你看，招租这个是蛋糕店，然后港式烧味都倒闭了。你说这位置是最好的位置，东河这边啊，你看，全部是旺铺招租，看到没有？酒店也倒闭了，然后做蛋糕的也倒闭了，盖饭也倒闭了。你说这条街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因为太贵了吗？上海经济萧条，许多曾经人山人海的步行街现在是冷冷清清，许多店铺倒闭，街上没有什么人了。年关来临，上海却日益萧条，许多外企撤离，外来打工人员也是大量消失。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经济的压力，大街上成片的店铺倒闭，即便是在市中心的核心商圈，往日的热闹场面也再难见到。很多人唏嘘，曾经的东方明珠是真的没落了。你们知道现在断供的人数有多夸张吗？我给你们说个数字啊，能把你们吓一跳，足足60多万户，这不是小数字，这是历史新高。以前你敢断供，银行马上收房起诉拍卖，强势的像个土财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60万的房子堆在那里，法拍房市场彻底崩盘，成交率连50%都不到，银行手里攥着几十万套房子卖不出去，银行现在彻底服软，开始利他了。你断供，银行经理还得拎着水果把你当大爷伺候。他们低声下气的说，哥，你每个月象征性的还点就行，有还款意愿咱们就是好伙伴。上海的租房市场啊，今年好像是悄悄变天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最近好几个房东同行都跟我抱怨，以前房子到期了，租客都是主动来续租，结果现在房租降价300-500还是没人来问，很多房子空了3-5个月都租不出去，房东包了物业费包了网络费还是没什么人问。上海不是一线城市吗？大学生多，工作机会也多，来旅游的人也多，那为什么现在租房市场反而淡下来了？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？反正啊，我是想不明白。我突然发现上海经济下行具象化了，商场专卖店看不到人，门店牌子衣服根本卖不上价，去大商场买奢侈品的多数是外国人，附近的小酒吧开了关，关了开，我算了算，基本每家驻驻时长都不超过3个月。现在每天大马路比滴滴司机还多的是外卖小哥的电动车，包括像我做爱车这块，以前是包多黄金少，现在大部分都是出黄金的，能接受二手包的人越来越多，要不暂时都不买了。1个月之内开了2家鞋店，但是2个月不到就已经倒闭了1家。唉，这实体生意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我以为只要把自己店里面鞋子的品质把控好，把价格做到最低，那我一定做得起来，就一定会拿到结果。没想到现在的人真的完全不放实体店。现在城北那家店已经倒闭了，然后也亏了几个月的房租，都不要了，把所有的鞋子都往这边撤了，撤到一个店里面来。在这条商业街，看着一家家紧闭的店铺，退市的招牌上贴着旺铺转让，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。开店的人当初大概都是满怀期待的，装修、进货、招人、熬夜守店，把积蓄甚至贷款都压了上去，因为只有努力就能够把日子过红火。可现实太残酷了，房租、人工、客流、竞争，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能够把人拖到喘不过气来。我不知道这些老板最后亏了多少钱，我只知道每一扇关门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的焦虑，一段心血的落寞。今天来看一下金融街，这边的餐饮区域主要集中在 B， 分室内和室外2部分。我们先看一下室外的，这边汉堡王、广生发、熊大爷。这边室外，现在是中午高峰就餐时间，看看客流情况怎么样。这边一个阿佑生烫米线。你发现了吗？上海已经彻底的变了。我感觉呀，上海正在悄悄的变穷。年前很多人说爱上海，年后就提着行李箱跑路了。最近跟一起来上海的朋友打电话，想喊出来聚聚，一问才知道他们回老家了。他说在上海呀，6000多的工资是常态，房租2-3千，吃喝2-3千，基本上就是月光了，根本不敢出去玩呀。真的是消费降级的时代来了，
10几块的快餐呢，成了成年人的救命稻草。现在在上海挣钱有多难呢？之前都说上海遍地是黄金，我昨天去买了一个杂粮煎饼，然后就跟这个摊主聊天聊起来，他说现在查的特别严，有可能是因为年底。前天早上他卖了100多块钱，结果被罚了210。我说这么狠吗？他说对啊，没办法，这不仅把成本亏进去了，还要倒贴。然后我说那能不能就是租个店面，这样子会安全一点，你就是安心挣钱嘛。结果他说不行，因为他问了一个很小的店面，在上海房租就要6000，而且不包水电，你水电还要再付一部分钱。然后这样下来的话，一天的成本就要200多，那挣的钱根本就不够啊，你纯给房东打工了。豫园城隍庙这个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也在逐渐冷清。如今这里人流量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约2/3，昔日的人挤人的场景已经不见了。午餐高峰时期，整条街几乎没有顾客进店，有人流的地方消费的人很少，大部分都是专门打卡拍照的。有网友表示，当地人气直接削弱了99%。2年前在上海长乐路的街边能看到不少人在吃店前吃东西喝啤酒，现在呢，相同地点却是看不到人。上海的朋友们，我跟你说，最可怕的生意失败是连环暴雷。很多老板是怎么倒下的？首先靠关系拿到好项目或订单，尝到甜头后盲目乐观，为扩大规模高负债贷款，这是第2步。项目扩张后自有资金玩不转，又开始讲故事拉融资，用投资人钱填窟窿，这是第3步。这3个步骤构成完美死亡螺旋。一旦外部环境变化，如关系人倒台、政策变动、融资寒冬，这3个雷会接连爆炸。今年的生意是最难的一年，熬了大半年，好不容易等来下半年的销售旺季，没想到这个旺季比淡季的生意还要差。马上过年了，还是没有人。旺季跟淡季一样，根本没有生意。有人已经撤店，有人还在开新店。你们觉得这个生意明年还能干吗？现在服装生意啊，现在撤多了，整个市场都没人，商场没人，城里没人，县里也没人，底下所有的客户基本上拿回家的货很少有补单的。我不知道底下实体店铺还能够撑多久。就这，还有很多人在网上说关闭实体店铺，打击黑心老板，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。真正的哪一天实体店铺都倒闭了，你去网上买东西会比现在在实体店买的更贵的太多的太多。今年大家都节俭到什么程度了？我来先说，我是卖水果的，好水果都不舍得吃，我都是吃那种卖不掉的水果，有瑕疵的。还有这个头发，今年1年都没去过理发店了，在网上20块钱买个推子，自己理的。反正谁也不认识谁，评论区聊聊。现在上海的状态真挺魔幻的，身边朋友不是出国打拼，就是失业在家，要么就是长期居家办公，连说句上海话都可能被吐槽，真的让人有点无话可说了。总有人喊上海人少了，其实是错觉。以前点外卖的，现在穿上工装送外卖；以前坐网约车的，现在自己当司机接单。现在门店没人逛，全被网购给替代了。我以为只有我很穷，怎么好像大家都开始穷了？去年这个时候我出去摆摊，一天还偶尔能蹦个300-400块钱，400-500块钱。我今年出去摆摊，基本都是几十块。我记得前2天有一个人说，给他卖5块钱的，因为我那个是卖35一斤嘛，5块钱，我咋给他切？是不是朋友们？就切2片，他觉得嫌少，但2片都7块钱呢，他还觉得嫌少，这5块钱就买这么一点儿。凌晨的上海街道基本上没有人。上海是不夜城啊，现在没人，现在都没什么人了，包括酒吧都没什么人。是的。有当地市民说，上海很多行业面临困境，钱难挣。当大家都没有钱赚的时候，消费自然就开始下降，老板们赚不到钱，街边店铺成片倒闭，就连市中心的顶流商圈消费崩溃也是历历在目。那么最惨的是，一条平时热闹大街上竟然不见一个人，街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冷冷清清的，就是有人流的地方，仔细观察也会发现，80%到90%的人只是逛街，都不消费。上海火车站高峰期也是空空荡荡的。今年行情这么差啊，这可是上海的移山路哎，
你看马路上都没有车呀。这竟然是上海人民广场的迪妹购物中心哦，它曾经可是上海潮流圈的圣地，90后几乎无人不晓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当年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。可以说它的客流量丝毫不亚于南京路。这次故地重游，没想到店铺全部都关了，人去楼空的萧瑟冷清。上海真的很难混，它不适合所有人。上海满地都是沪漂人，能有几个在这里买房扎根的？上海的普工工资只有6、7千，这里只有吃不完的山安小吃，吃不完的盖浇饭。都说上海赚钱容易，机会多，你来了你就知道你的想法有多可笑。上海现在的房价已经降到所有人都害怕了。今天带客户看了一套房子，黄埔新天地，正儿八经的核心王炸地段，隔壁就是亿万富豪扎堆的中海恒昌9里，地铁口加带露台的黄金两房，高峰期能卖到1300万的硬通货。现在房东急到跳脚报900万，客户反手一刀砍到800万，房东脸黑的当场破房。这行情让上海黄埔老破小的业主们还怎么卖房呀？上海今年有几大怪现象啊。第一，食品安全。现在呀，上海很多人上班都开始自己带饭吃了。第二呢，二手房根本卖不动了。你看啊，不管房子怎么降价，大家都在观望中，就是卖不出去了。第三呢，上海很多商场都关门了。以前呢，商场是人挤人，现在呀，租金越来越低，但是还是没有人租。第五呢，是外卖送餐，叫车速度呀都快了，就算是高峰期也都是一样的。也许这就是上海本来该有的样子吧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